还只是随口说了句天女散花，竟让11朵蔷薇原地开花，就连天空中也下起了粉色花瓣雨。可周围的人却吓得当场抠眼珠子，原来这里的每一朵蔷薇都是食人花，一旦靠近，轻则变异，重则要命。然而从古树中孕育出来的女孩，却天生拥有让植物听话的能力。只是女孩刚下山，就赶上了这次的发放物资，可她一枚身份证，2枚贡献分，顿时遭到周围所有人的鄙视。要知道，动植物变异后，大家的生活环境变得十分糟糕，想要维持安定，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劳动来换取物资。原本住别墅的富豪，为了住进烂尾楼，也得勤勤恳恳搬砖奉献。而在这种环境下，一点贡献分都没有，肯定是贪生怕死的蛀虫。工作人员的脸色瞬间不耐起来，随后草草按照章程重新办了卡。行了，办好了，那边房管处分个房子去。房管处的程序是按贡献分自动匹配，因此队伍行进的倒是很快，很快就轮到了怀瑜。然而对方看了一眼他的0分贡献卡，往机器上一刷，孤零零2个选项出来了，他只能2选1。烂尾楼33层步梯以及蔷薇公馆1号，他选中了蔷薇公馆。办事员却叹了口气，耐心跟他解释。你以前不是咱花城的吗？蔷薇公馆当初是用来盖会所的，才打了地基，老板就破产了。地方是大，但你把握不住。为什么呀？动动你的小脑瓜。烂尾楼给你100平，蔷薇公馆600亩没人要，你说为什么？动植物变异，那里挨着蔷薇走廊，蔷薇走廊可是咱们吴越少将当初拼了命才催生出来的。虽说它是保证荒原动植物不入侵的工程，但它又霸道又凶，你挨着它住，要不要命啊？烂尾楼虽然爬起来累，但好歹封顶了，遮风挡雨没问题。你选蔷薇公馆是准备下雨了头上顶叶子吗？万一哪天周围植物异变升级，你还要不要命啊？可是这里好大呀。怀瑜记得自己从山里出来时见到的那堵蔷薇花墙，他真的很喜欢。他对着年轻的女办事员软软叫道：“姐姐，我真的想住这里。”办事员黑着脸给他办手续了，去那边签名办过户，办完了去隔壁大厅领救济粮。负责办理过户的中年男人叹息道：“小姑娘，你不要觉得地方大就占了便宜，一个人住到那边去真的很危险。现在地也不贵，先选个烂尾楼自己经营几年，等到成家过日子，有了孩子之后，说不定市政还能再奖励一套好点的。”怀瑜迅速签字按手印，然后将签好的合同递给中年男人：“叔叔，我签好了。”看着不比自家孩子大多少的怀瑜，男人到底又安慰一句：“实在不行就别硬扛，旁边1公里的地方就有咱一支防御军驻扎，遇到事儿了记得去整他们。”我知道了，谢谢叔叔。怀瑜过完户就拿着自己的0分卡去到隔壁大厅领取救济粮。对比房管局大厅，这边显得格外嘈杂。我有600多分，凭什么才领2斤黄豆、1斤水稻，还有1把菜种啊？你领这么多还有什么不满足？我这里才2斤黄豆呢！我呸，你才不到200分，2斤黄豆都是多给好吗？有个2000分的分了一个手机，不住中心城区的话，还可以兑换旧电瓶车。轮到怀瑜时，0分贡献卡在滴的一声后，周围的人都不由沉默了。怀瑜却只一脸乖巧沉默的等着，他没什么好羞耻的，之前的事全部忘了，也不知道自己是死了又活还是突发变异。反正今天一睁眼，人就被树根包裹成一个茧了。从茧里爬出来后，除了名字和一些隐约能记得的常识，其他全都忘光了。总之他这么善良，一定不会做什么坏事。0分也不是他的错，肯定是这个世道对不起他。这么一想，精神状态就格外稳定，笑起来也是坦坦荡荡。片刻后，对方登记完，只塞给他30瓶营养液和1斤黄豆。以后的生活就是你自己，没有国家兜底，你再这样是要饿死的。我会好好生活的，谢谢阿姨。走出大厅，怀瑜挤上终点站为蔷薇走廊的公交车，透过满是裂纹的玻璃向外看去，城市从有序到废墟，再到渐渐荒芜，像极了他梦中的画面。但梦中还有什么呢？怀瑜想不起来了。公交车并没有在蔷薇走廊停留，司机害怕危险，提前就让他下车了。暮色已经笼罩着四周，远处山脉都只剩隐约的轮廓，夜风生出沁凉感。怀瑜蹲下身子摸着地上的青青草芽，他有点饿，但黄豆还是干巴巴硬邦邦的，于是顺手摸了袋营养液，配料表在夜色中模糊不清。怀瑜好奇地拧开盖子尝了尝，像木头渣子泡水加增稠剂，不好吃。今天发生了太多的事，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来头，为什么会在三清山上结一个树根茧？然而眼下最要紧的问题是，今晚睡哪儿啊？四周黑灯瞎火，远处隐约可看到栋栋高楼里依稀亮起灯光，又很快熄灭。怀瑜在荒芜地面上来回溜达2圈，而后突然反应过来，既然没人看着，他为什么非要在这里待呀？回山上去，那里还有自己的茧，里头再塞点松毛枯叶，睡起来不比这里安稳吗？深夜的蔷薇走廊香气越发浓郁，狰狞的尖刺隐藏在绿叶底下。怀瑜指尖轻触花瓣，可还没等他开口，不远处一根高高的立柱突然亮起了警报。蔷薇走廊37区便一直迅速上升，疑似发生异动，警报重复3遍。怀瑜收回手，看着前面的地坑，果断钻了进去。寂静的深夜中响起了发动机的轰鸣声，很快便听到有人大声呵斥着：“出来！”他慢慢探出头来，眼神无辜，看起来乖巧又软弱。众人稍微放松警惕，但还是严厉道：“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里？蔷薇走廊区域夜间不许逗留，可这里现在是我的地方啊！”怀瑜从砖室废墟里爬出来，衣着破破烂烂，长发也因为钻进钻出弄得乱七八糟。他指着这片散乱的废墟无辜道：“这地方是蔷薇公馆，今天分配给我了。”围着的众人顿时愣住，为首的军人想起今天的登记分配，神色渐渐冷厉：“你就一个人，怎么会被分到这里来？有人动你的贡献分了？”“没有，我贡献分是0分呀，还给我发了黄豆和营养液。蔷薇公馆1号馆的600亩也都给我了。”说完还满足地笑了起来。这下子所有人都沉默了，大伙慢慢收了枪，这才问道：“你今晚一直在这里吗？附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没有。”众人巡视过后，有人说道：“我刚看了一下，整片区域没有异常，别大意。今天早上8区的走廊便一直有微微波动，一天2次异常，不能大意。”众人慢慢归拢，打算折返。为首的又转头：“你今晚住哪里？”怀瑜指了指刚才的砖室废墟：“这里里头是好宽的地道，比外面还暖和一点。”军人们沉默了，因为眼前这地道分明是之前蔷薇公馆打的地基，但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一行人又纪律严明的收队回返。怀瑜盯着远去的车子，露出羡慕来：“我也好想要啊。”随后他转头又看了一眼蔷薇走廊：“你怎么这么容易激动啊？今晚我要离你远点。”
不许颤，不许颤！你要是真激动了，接着去驱逐荒原的变异啊！反正不许在这里闹哦。他絮絮叨叨，声音软绵绵的，一点威慑力都没有。这里连松毛树叶都没有，地上的砖太硬了，我睡不好，你给我落点花瓣好吗？四周一片寂静，但蔷薇走廊上枝条正悉悉索索迅速生长，那些未绽的花蕾也拼命的生长膨大，最后啪的一下绽开，千千万万朵一同开放。一阵微风袭来，铺天盖地的粉色花瓣扬在了半空中，又紧跟着向怀瑜的脚下堆叠。不远处有人开着车子震撼的看过来，头盔下的面容都是呆滞的。灾变几年，眼前的浪漫花语只让他觉得十分危险。不过对方并不觉得花瓣和春风与怀瑜有什么关系，只是迅速拎着包裹走过来，不要离任何植物太近，哪怕蔷薇走廊也不可以。另外，这是我们队长给你申请的睡袋，你拿着，现在早春，睡地上会生病的。怀瑜笑着接过。谢谢哥哥，你们人真好。对方顿了顿，显然小妹妹一般的女孩子软绵绵叫他哥哥，叫得他生出豪情来。但零贡献分呢？他理智回笼，想了想，还是嘱咐道：小姑娘，现在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手，你努力，别再这么混日子了，不然真的要吃不饱。说完，他转身离开，随后又折返回来，掏出袋子来装了一兜花瓣。蔷薇走廊今天3次异常，我带花瓣回去检测。你既然选了这里，就万事小心吧。四周又重回寂静，只有蔷薇走廊的枝条悉悉索索，显然不是很开心。怀瑜在四四方方的地道中塞满香喷喷的花瓣，这才把睡袋铺上，整个身躯也钻了进去。啊，这样躺真舒服啊！他长叹一口气，看着被砖石混凝土遮挡的严严实实的上空，突然反应过来，蔷薇走廊为什么听我的呀？还有就是。那袋领回来的黄豆中，为什么总能感觉出蠢蠢欲动的生机啊？他在困倦中琢磨着，最后得出结论，一定是因为我特别了不起吧，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本事。确实，虽然记不清楚以前，但我肯定就是这么厉害的。馥郁香气中，他的身躯连带睡袋被粉色花瓣慢慢包裹住，随后渐渐进入梦乡。第二天早上，怀瑜是在广播播报声中醒来的。今天是2066年3月19日，星期四，晴。受沿海城市台风影响，预计我市下周将迎来雨水天气，请大家做好准备。昨夜第3监狱有一变异者在逃，请广大居民。广播声正是从那根高高的立柱，显然他除了感应变异值，还兼职通讯传播。怀瑜从枣红色睡袋中蠕动着爬出来，周围的花瓣却已经在一夜之间变得枯黄。花瓣铺床果然不是长久之计。再看看眼前的地基，住是能住，还能遮风。可要是雨下大了，整个地基都要被泡成小河沟。怀瑜可不想一早醒来发现自己飘在水面上。他看了看不远处绵延起伏、高高耸立的三清山，那是自己醒来的地方。奇诡险峻的山石被各种变异植物盘旋缠绕，堆叠出另一种不同于怪石的奇观。又看了一眼身边被清理的只剩几根草的空地和变异质感应器，怀瑜忍不住沮丧叹了口气。一支防御军有点东西哦，他还得想想遮风挡雨的房子怎么办。可四周什么材料都没有，就算把地基的砖石扒下来，他也没那本事在河泥上梁。想来想去，还得靠山吃山。他循着蔷薇走廊一直朝前走，中间还远远经过一片平整的建筑，门口有着岗哨，仿佛是一支防御军的驻地。不知走了多久，他终于看到了竖立着标牌的八区。那些防御军口中说，昨天这里曾发生过异动，很有可能是自己穿行的时候。此刻再看看周围有一些眼熟的痕迹，怀瑜弯起了眼睛，而后伸出手指来轻轻抚摸着叶片，声音柔软：“小心点，帮我开个门，千万不能被发现了，谢谢。”面前的枝条簌簌颤动起来，不多时便悉悉索索地分开一个可一人通行的通道来。等到怀瑜穿了出去，枝条又重新缠绕覆盖，不留一丝痕迹。离开城市的范围，眼前的大山仿佛才是他的主场。怀瑜穿梭在枝条与灌木野草当中，神情却惬意的仿佛回到了自己家。不过他现在没有家了，要自己找材料建造一个。没走多久，他便看上了树林当中扭曲缠绕的树藤。初春时节，山上气温偏低，眼前的树藤上只隐约可见一个个带萌芽的小小鼓包。可若问是什么植物，这么看大约是看不出来的。但怀瑜只纠结了一下，就立刻选中了。紫色的花，紫藤，我喜欢，你来给我盖房子吧。面前的树藤虽说叫藤，可扎根在土壤里的主要茎干直径也有4-5厘米了。山上土势坚固，它扎根又深。怀瑜两只手握着树干使劲拔了拔，然而半天了，纹丝不动，反而他的掌心都有点发红。但他也并不觉得挫败，干脆顺着枝干向前，捋到前端细细的还未粗壮起来的藤条，便直接伸手一掰，很快就攒出了一扎，直到整棵树被薅得光秃秃，只剩主茎，地上已经攒了一捆藤条。怀瑜这才收手，往大山的深处钻了进去。走了许久，怀瑜总算找到了一棵高大的乔木，它跟别的同类不同，看起来是有一点变异的，应该比较好说话。可惜梧桐的树木十分高大，他仰头看了许久，眼见对方不为所动，最终只能哼哼唧唧的一把搂住了树干。求求！高处的树枝簌簌动了2下，好半天才伸过来一根树枝。怀瑜接住那根树枝，而后闭上眼睛，用力，直到脸都憋红了，身体里刚恢复不多的异能慢慢涌动。树枝上嫩芽迅速萌生，整棵桐树层层叠叠伸展开许许多多的大叶子，把所有的树叶全部掰完，在面前堆出了小山，这才松开手去。下一刻，努力向下的枝干迅速收回了，像极了不堪其扰。怀瑜却并不介意，只是盯着树叶子小山看了一会儿，又在林子中找到一些细小柔韧的藤蔓，一根一根慢慢交织，直到日上中天，他终于得到了一张孔洞参差的藤蔓大网，把桐树叶子全部搂进去后，四脚一收，拖着就能走。山上的树木依旧乖巧，簌簌给让出了位置。怀瑜甚至还发现了一株高大的松树，他开心地拍了拍树干。还有松塔吗？说话间还有点喘气，他今天沟通太多树，其实有点费力。奇怪，明明自己应该很厉害的，但没关系，可能刚醒，养一养就好了。只听啪啪几声，大大的松塔从枝头掉落下来，一共12个，还都挺大。怀瑜欢欢喜喜地把松塔也放进树叶中，为了防止从缝隙中掉落，还特意又扯了一把柔韧的细藤拴紧。盖房子的材料全都齐了，这么大一兜树叶树藤，要带回到他选定的住宅区，还得再拖行29个区，直线距离3公里多，也不知爬了多久，这才回到了那片地基附近。地基还是老样子，废墟中的砖石依旧乱七八糟。看看这片广袤的土地，不知为何竟
油然生出了一股家的感觉。一阵微风刮过，粉色的蔷薇花瓣劈头盖脸，空气中的水汽渐重，过不了2天就要下雨了。怀玉默默鼓起了腮帮子，他是要抓紧盖房子了。先是用树叶刨坑，可哼哧半天才挖出约10几厘米深。怀玉有点生气，他会盖房子已经很了不起了，总不能连这些活都要一起做了吧？于是干脆把从紫藤树上掰下来的树枝往地上一插，快点快点，往底下扎根，扎深一点。一边两手齐握，再次憋红了脸，身体里一股清清凉凉的气息涌出，自手掌心全部涌进了那紫藤枝条当中。很快枝条肉眼可见的不断滚动着，深深往下陷去。与此同时，枝条上一个微微鼓起的芽点也迅速萌生、破开、舒展枝叶，并不断向前延展，不断变得粗壮，最后长成了结结实实一根直径约有2厘米的粗壮藤枝。他两手攥住枝条用力拽，然而掌心都磨红了，树枝却根本没动半分。这么结实的树藤做成框架，大风大雨也不会倒了。1下午的时间，他全用来催生紫藤了。可身体太过脆皮，怀玉饿得头晕眼花，饥肠辘辘。他熟练的又爬回了地道，在睡袋里摸出了一袋营养液，这回能看清了，上头写了各种微量元素，主料却是什么变异麦淀粉。自己都这么辛苦了，还要喝这种一看名字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的东西。这个世道太对不起他，连房子都要自己盖，为什么不给他发200个男仆呢？发1个也行啊。他委屈的吞下了口里酸酸怪怪的营养糊。休息片刻后，怀玉重新爬了出来，趁着恢复体力的时候，将种好的紫藤藤枝弯下来缠绕拧紧，慢慢的搭出了框架。等到太阳完全落山，他也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将拱门处的最后2根对称藤枝缠绕的紧紧的。大约是力气用的多了，这紫藤枝条的旁侧竟然发出了几声难以描述的响动。怀玉诧异的看过去，却见声响之后，有花枝迅速的抽出来，随后生出了花苞。片刻后，竟咕噜噜开出3串满嘟嘟的紫藤花，满腔的怨气骤然消散。怀玉满意的掰了一根细细的侧枝在嘴里嚼了嚼，而后被这骤然生出的酸苦弄皱了脸，于是赶紧呸呸呸吐出去，假装自己已经刷了牙，随即借着微微的光线找准位置，又熟练的爬了钻进睡袋。密闭的空间里，温度也逐渐上升，怀玉安稳的闭上眼睛。第2天，怀玉又是跟着广播一起起来，晨光洒落在地面上，又穿透他昨天搭好的框架上，拉出了斜斜的长影子。怀玉喝完一袋难喝的营养液，就吭哧吭哧忙活起来。他得赶紧把房子盖好，主框架昨天已经搭好，今天只要把桐树叶子固定上去，再用细藤条绑结实，多铺叠几层，就也是结结实实密不透风了。叶子屋顶的防水能力并不好，但周围已经没有其他备选，他只能凑合用着。然而在一半的叶子用掉之后，怀玉还是觉得叶子屋顶防不住大雨。纠结间，眼前的枣红色睡袋让他灵光一闪，他翻出了昨天得到的松塔，这些松塔都格外大。怀玉一边看一边馋，根本不敢想小松鼠们究竟吃的有多好。他挑出里面最小的一个松塔，剥出里面的松子尝了尝，不知道为何这松子不仅不如红松香浓，甚至连独属于华山松的微微清香都没有了，还有点涩嘴。怀玉吃了2颗，兴致缺缺。他更好奇的是自己以前怎么懂这么多，连松子都能吃好几个品种。而这虽然没有记忆中那么好吃，但到底也是松子。按照一人最低只配1斤黄豆来看，多少也是有点子珍贵的。怀玉拿起细藤条将松子都绑起来，很快就提溜了一长串，顺手便斜挎在自己肩头。防水的大屋顶，我来了。而远在69区的一支防御军驻地，军人们正兢兢业业为花城守着这一道荒原防线。门口守卫向远处看去，平时鲜少能见到人影的蔷薇走廊，竟慢吞吞走过来一个身上绑着奇怪东西的女孩子。直到女孩走到门前，守卫才看清楚，她肩头背着的是一大串松塔。出来看看情况的防御军也愣住了。小姑娘，是你？怀玉身上11个松塔得有10斤，又走了3公里，可把他累得够呛。等他终于喘完气儿，看着眼前皱眉盯着自己的熟悉的防御军道：“那天晚上有个哥哥说，是他们队长让他给我送个睡袋。”是你吗？队长哥哥突然被一个绵软可爱的女孩子叫队长哥哥，队长绷紧一张脸，语气却放缓了。我是周乾，叫我周队长就行。你有什么事吗？我搭了个房子，但是好像不太挡雨，想问问用这些松塔换一块塑料布行不行？周乾惊讶道：这才不到2天，你自己就搭了个房子？怀玉比划道：就是用树枝和树叶搭的房子，但是叶子铺的好像不够严密。看着他可怜的样子，尽管明知道他是个零贡献分的米虫，周乾叹了口气。见他叹气，怀玉紧张道：队长哥哥，能换吗？他将肩头那一串沉甸甸的松塔取下，这是我昨天在蔷薇走廊附近找了好久才看到的，可以换吗？一想到怀玉一个柔弱的女子，却沿着会吃人的蔷薇走廊一路寻找食物的画面，周乾就再也绷不住严肃面孔。他当即去后勤处兑换一块足有40平的轻型防水篷布，将防水篷布交给怀玉，并叮嘱他：过2天下雨会降温，塑料布虽然轻，但挡风不挡寒，轻型篷布会更重一些。你记得房子要做好支撑。怀玉乖巧的点点头，然后把松塔递了过去。周乾虽然很严肃，可心却特别细，他都没有想到会降温。周乾犹豫片刻后，还是接了过去。到手的松塔居然有10来斤，他笑着鼓励道：不错，你现在有些自力更生的模样，继续努力，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挥手送别怀玉后，他纳闷道：我们怎么没捡过这么多松塔？难道是因为那边的蔷薇走廊挨着山？后勤闷笑一声，估计是初生牛犊不怕，没见识过蔷薇走廊的厉害，所以敢带着胆子扒那边上的灌木吧？总不能是穿过走廊去山上摘的吧？周乾把那一滴溜松塔递过去，测测看变异值多少，能不能吃。灾变后，所有植物都发生了变异，区别只在于是否突破临界值。变异值高的植物大多都变得很难吃，比如松子，以前可能是浓香清甜，现在就可能是苦涩麻嘴。难吃程度就看变异值多少。怎么回事？变异值才3，大伙瞬间凑了过来，而后紧紧盯着那个硕大的绿色数字。再测一次，依然是变异值3，众人面面相觑，随后欢呼一声：给我吃一把，这个肯定不够。想什么呢？还要一把？你脸大是不是？呸！都别抢，这是我用50积分换的篷布。营地众人因为一把松子炸开了锅，而怀玉好不容易回到37区自己的新房子面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丢下篷布，原地躺下。脆皮人类浑身都是汗，不用想都知道很狼狈，可他身体这么软，是绝不能在这个时节下水洗澡的。
擦擦也不行。他深深喘了几口气，等感觉到有冷风嗖嗖吹进衣服，赶紧又爬了起来。盖房进度已经超过80%，他要一鼓作气将篷布展开，一点一点拖拽到圆圆的树叶屋顶上。铺好篷布后，怀宇走进自己的小树屋，里头已经一片昏暗，什么光线都透不进来。很好，趁着天色还不太晚，怀宇又去地基上找到一些松动的青砖，然后蚂蚁搬家一样，一点点搬到像新房子里，将青砖将小树屋里的地面垫高。这么一来，就算下大雨也不怕。但光是这样还是不够，于是他又用青砖将床的位置垫高2层，周围用青砖垒起围墙，做出一个凹陷的床位，像极了内嵌床的框架。青砖很沉又大，哪怕没有水泥粘合，轻易也是推不动的。为了睡得舒服，他又在周围薅了很多干毛草，把干草厚厚地铺在青砖床上。等到干草铺到与青砖的高度齐平，怀宇已经忍不住直接扑了进去。虽然只有1米2宽，但对比那只并不能乱动的睡袋，这个床简直太舒服了。多出来的干草变成一条条麻花辫形状，穿在藤条上当做门帘，固定在预留出来的门洞处，这样门也有了，床和门的问题也解决了。怀宇来到了蔷薇走廊。我来摘几枝花行吗？屋子里要摆鲜花才好看呀。蔷薇走廊没有动静，没有动静那就是不拒绝了。怀宇小心翼翼地避开上头钢针一般锋利的长刺，慢慢选了3枝花掐下来。他欢欢喜喜把花插进自己简陋的带孔装花瓶中，又将地道里的营养液和黄豆塞进睡袋，再一路拖着它们爬了出来。从今天起，他再也不用爬来爬去。从山上下来的第4天，近在咫尺的广播声都变得悦耳了，难喝的木头味营养液也没那么难以下咽。衣食住行，住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该考虑衣食了。但要怎么解决呢？怀宇又陷入茫然中，因为盖房子他勉强能行，可假如要织布做衣服，这属实是为难他了。要去交易市场看看吗？可是要拿什么去换呢？他坐在草地上，托腮沉思，看着一旁随风摇摆的蔷薇花，怀宇吐槽道：“你光长得好看，也不能结果子吃啊！”闻言，蔷薇走廊摇摆的动作都暂停下来。下一刻，眼看着他的枝条开始疯狂挥舞起来，怀宇生怕蔷薇走廊又引发警报，当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工作太累，随意吐槽，你别激动。”而在他低头这一刻，眼神却跟地底露出的2只乌溜溜小眼睛对上，紧挨着蔷薇花墙根部的一个小小洞口，一双小眼睛嗖一下就消失不见。但怀宇比他更快，他一只手直接掏了进去，揪着那小玩意儿的尾巴把它拽了出来，是一只灰毛的小胖田鼠，一看就是个藏粮食的好手啊！滋滋滋滋，田鼠疯狂地挣扎起来，怀宇却温柔笑道：“宝宝，你好可爱哦，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你走吧。”小田鼠刚一被放在地面上，就疯狂向远处逃窜。然而没跑多远，他回头一瞧，鼠鼠胡子都要炸飞了，因为此刻怀宇已经伸着胳膊开始刨他的洞。可恶，鼠鼠偷了一辈子东西，到头来被一个小姑娘偷家了。这一刻，小田鼠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性命危机，折返回去，在洞口旁边来回飞窜，急得脚底都要磨出火星子了。人与鼠的悲喜并不相通，小田鼠有多绝望，怀宇就有多开心。他喜滋滋地将田鼠窝掏了个底朝天。鼠鼠的粮仓很丰厚，2大桶花生颗颗饱满，还有一大堆绿豆，甚至还有不少鹌鹑蛋大小的山药豆。他将这些粮食往自己的小屋里搬，还对桌边上急得跳脚的小田鼠说：“虽然我拿了你的粮食，但是这边嫩嫩的草芽你不是很喜欢吗？随便吃，这一片地都是我的，放心吃吧。”说完便美滋滋地离开了。回到屋子里，他认真分拣着那堆粮食，山药豆和花生留种，这2种作物产量高，留下。绿豆挺多，但绿豆不太能保存。怀宇当即决定就用这个去换衣服了。为表尊重，怀宇临出门之前又忍着苦涩，狰狞着脸用树枝把牙刷了一遍，因为没有干净的水，就主打一个新一把。等怀宇到营地门口时，就见到了周前带着后勤，已经等在了门口。怀宇软软的笑：“队长哥哥，我来换东西，可不可以啊？”“没问题，你上次送来的松子很好吃，我们都很喜欢。可惜因为变异值太低了，大家嘻嘻哈哈才掰了一段，剩下的就被征用拿去做研究了。所以听说他来了，大伙赶紧就凑过来，希望这次还能有变异值低的好东西。”怀宇有点怀疑的看着他，又研究了一下他沧桑的面孔，大约明白过来了，周前一定是吃了不少苦，所以才不觉得松子苦的吧？真让人感动。他甜甜笑道：“那太谢谢哥哥了，这里有没有姐姐啊？我想换点女孩子能用我。”周前看了下他披散着的凌乱头发和破旧的衣裳，随后他拿出对讲机低声说了2句，不多时就有个英姿飒爽的女孩子走了出来。来人与周前简单沟通之后，他便向怀宇走来：“小姑娘，想换什么？”怀宇把衣摆松开：“绿豆可以换什么呀？可以先让我检测一下绿豆吗？如果品质足够高的话，可以换更多东西。”对方用一个扫码枪一样的东西对着怀宇拿出来的绿豆轻轻一扫，滴。变异值9，这属于优质2种的品质。女军官给怀宇换了基础的洗漱和卫生用品，还额外给他一瓶30枚小净水片。净水片会用吗？这种是家用型，一片可以净化3升水。怀宇瞪圆了眼睛，他这几天都没有喝过水，都没有意识到有这种东西，但他连个水桶都没有。咱们有不要的桶或者瓶子之类的吗？或者咱们市的垃圾场在哪里？我也可以去捡它。女军官完全没想到怀宇日子过这么窘迫，在后这些物资也都是由国家发放的紧俏货。他跟周前商量一阵，最后去了后勤处。没过一会儿，便一手提着塑料大红桶，一手拎着空矿泉水桶走了出来。检查一下，东西都在里面了。2个桶是我们驻地对你的帮扶，以后有好种子了，也可以继续拿过来换。怀宇换到了自己想要的必需品，又打听了一些消息，心满意足的提着桶和塑料矿泉水桶告别了防御军众人。等到怀宇回到自己的小树屋时，已经又是一个傍晚了。早春时节天短夜长，没有照明，他能工作的时间大大减少。迅速将东西重新归整，他扯了一根细藤条绑在树屋的支架藤蔓上，将自己雪白干净的新毛巾挂上去，再把自己的牙膏牙刷往一旁的青砖上那一摆，生活气息瞬间就浓郁起来。那1米长的弹力绳他暂时还用不到，此刻就取出来打了结，绕了几圈，费了一番力气才将一直乱七八糟的头发绑了起来。趁着天还
还没完全黑下来，他提着桶去小池塘边打了半桶水，往桶里扔了几片净水片，又匆匆前往至22区的那个小山坡。那里曾经也是一片茂密繁盛的山坡，在植物变异后，树林里有过异动的树木也全都被砍了下来。如今这里只剩光秃秃几根发茬子和一些不成气候又重新生长的小树苗。怀瑜快速将附近的干枯树枝踩断收拢，太阳已经落山了，他抓紧时间，一趟一趟把这些都拖到了树屋边缘，然后顾不上整理，只赶紧拿青砖在树屋的中心靠门处围出了简单的方形。枯叶被放了进去，用周前送给自己的打火机点燃，然后拿过一旁的细长树枝掰断，缓慢地将火堆点燃。暮色中，橘色的火光微微跳跃，在早春冰凉的夜里显得格外温暖。怀瑜就着火光，用毛巾沾着净化过的水，认认真真地擦拭全身，还把睡袋也重新擦拭一遍，再将换下来的衣服都搓洗了一遍，最后抽了根细藤，将衣服高高挂在火堆上面烤干。这一天总算是忙完了，怀瑜终于可以钻进睡袋里躺平。当早上8点的播报声响起，怀瑜穿上昨天在火堆边烘烤到半夜的衣服，将树藤网都塞进大红桶里，提着桶再次朝着蔷薇走廊8区前进。第3次穿越蔷薇走廊，怀瑜已经有些驾轻就熟了。他带着自己的零碎家当穿过密密麻麻的枝叶，因为大雨即将来临，森林里只倾泻着并不明显的天光，看不到太阳，但余下的光线也足够让怀瑜在这山林间辨认植物。周围都是高大乔木和棵棵红松，却一棵松塔都没找到，松鼠窝更是没影。绕着松林走了半天，正打算返回去摘野菜时，却发现一棵粗壮的干枯树木倒在地上。要是能拖回自己的房子，树皮和树枝可以掰下来烧火，树干可以锯下来当凳子当桌子。可惜想象很美好，现实太残酷，这根树干实在太大了，怀瑜根本拖不动。这么美的树干，硬是半点菌菇都没长出来。怀瑜轻轻拍了拍树干，好美丽的废物哦！话音刚落，就听到轻微咔嗒一声，只见树干正中央的旁边不知怎么掉下来一个松塔。他眼睛一亮，然后快速走过去，发现那仍是华山松的松塔，不过这些松塔明显要小了一半。他满怀期待的找了根树枝捅了捅，竟在腐朽树皮下捅开一个洞来，而且明显感觉里头有东西。伸手一掏，又一个松塔，这不就是他满山遍寻都没有找到的松鼠藏宝地？不愧是我气运之子！怀瑜瞬间涌出了无穷力气，用树棍顺着腐朽树皮一路敲打撬动，又拿着细一点的树枝，尽可能把里头的东西都扒拉到洞口处。树洞处很快就堆起了小小的山包，杏核、板栗、松子，还有花生。怀瑜蹲在地上，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他两手捧着那些五花八门的坚果都往红桶里放，几乎装满一整个桶，顺手薅了些干草盖在了红桶上方。怀瑜满足地拎着红桶和树藤网都准备回城，也不知是因为劳动锻炼，还是因为沉睡已久的身体正在恢复。怀瑜感觉今天的力气比之前大了不小，这一桶坚果应该足有40-50斤，虽然提着费力，但怀瑜居然就能提起来了。不过往回走的时候，他绕向了另一条平缓一些的路，谁知这一绕，竟又发现了一些可爱的小蕨菜。再往前几步，甚至还有一大片绿油油的荠菜。怀瑜愣在那里，看了看满满当当的桶，再瞧瞧手里孔洞太大没什么用处的树藤网洞，怀瑜沉默。大山里都是宝啊，但他身上实在没什么可装东西的容器了，干脆就地拆网兜上的藤条，在附近的树上开始打结做记号。今天先去交易市场看看，明天一定来摘野菜。从今天开始，三清山就是他的家。出了山，连分拣都来不及做，怀瑜就直接提着桶出发前去公交车站了。没有手机和钟表，今天又没有太阳，他也不知道现在大概几点，但自己在山里摸爬了这么久，这会儿起码应该下午了吧。到了上次下车的站点，看了下站牌上的说明，半小时一班车，不算太久。他将沉甸甸的红桶和包袱放下，活动了一下身体，转眼就看见一辆公交车缓缓行驶。他哼哼哧哧提着东西上车，司机倒是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姑娘，你在防御军驻地有亲戚啊？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于是怀瑜直接点头。我哥在那里，我经常要去看他的。随后又不好意思的低头，局促的抱紧手里的包。车上大伙瞬间了然，就让家属倒腾点物资呗，这有啥稀奇的？有条件他们也想干的。大伙把目光收回去，而怀瑜稍稍抬头，看了看公交上大屏幕的时间。2点08分，在车上找了个位置坐下，然后竖起耳朵默默听车上阿姨们唠嗑，努力吸收着陌生的知识，比如营养液1袋才1积分，只要不是躺地上等死，所有人都能吃得起。有人见怀瑜带着一大桶东西，便打听道：“那你这是打算卖什么去？”怀瑜羞涩一笑：“我哥，就是弄来了一些松子、榛子之类的，我去换点分。”大伙又懂了。清理一直的时候弄的吧？要说还是防御军福利高，那也没几个钱，一直出来的果子便一直高，难吃，卖不上价。蚊子再小也是肉啊，我们普通人哪敢进山呢？小姑娘，你这东西之前卖过没有啊？不行街那有检测仪，你东西不上仪器不给进的，就这么七嘴八舌。等到车上人已经多到怀瑜不得不把桶也抱在怀里时，公交车缓缓停了下来，终点站。洪胜步行街到了，就一瞬间的功夫，整个车厢的人都动了起来，顷刻间就空空荡荡。怀瑜跟着下了车，提桶跟着人流去检测站排队了。检测站效率很快，像是高铁安检一改装的，刷了身份证，怀瑜只需要把东西放上传送带，人跟着东西进去就行了。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仪器会吐出一片临时检测证明。工作人员探过头来，你这东西品质可以啊，便一直11，检测证明拿好，本月暂不收摊位费。怀瑜提着桶默默朝前走着，一边观察着两侧的摊位，但半下午这会儿只有零星几个摊位，街上也没几个人，看不出什么。不过看到一个卖冬枣的小摊位时，看着上面写着变异值23的卡片，怀瑜好奇道：“你这枣子好吃吗？”“好吃啊，这我亲戚去荒原亲自采的，当然好吃了，来1斤试试吧。这冬枣营养价值可高呢，这1斤只要5贡献点。”怀瑜捏过一颗冬枣，左看右看，都没发现它跟正常的有什么不一样。“我可以尝一个吗？”对方面容一紧。“那不行，好不容易才摘了这么一堆，这一个多重称啊，不给尝。放心，肯定好吃，不好吃我赔你1斤。”怀瑜犹豫着看向对方。“那你自己尝行吧，你吃一个我看看。”“行。”小姑娘警惕心还挺重，她说完，捏起一颗枣子，咔嚓一口咬下。“跟你说了，我这枣好。”“呲。”
不差。他面容逐渐扭曲，五官紧皱，神色更是狰狞，说话间舌头仿佛都要哕出来了。这一波反应硬是给怀玉看呆了。变异值23的东西恐怖如斯，怪不得没人买。怀玉默默站了起来。摆摊的男人见他起身要走，迅速将口里的枣子吐了出来，而后吃剩的大半个直接扔出老远来，竟骤然松了口气。他对这枣子的难吃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想了想，又回头问道：假如我等一下来买你的枣子，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坚果往哪里卖比较好呀？对面男人却呆住了，片刻后他摆摆手。算了，不卖了，这玩意儿真他妈难吃啊，比屎还难吃，狗都不吃。一连几个比喻切换，可见那枣子着实伤害到他了。但对方仍是给怀玉指了路，坚果类的，现在只有有钱人才会吃，摆摊可不好卖。看到前面那个夏国黄金没有？那边店里卖奢侈品的，你去问问。怀玉乖巧道了谢，这才提着桶向前走去。等到终于来了夏国黄金，却见偌大的黄金专卖店里，既不卖黄金，也不卖奢侈品，而是游戏机、游戏卡带、鱼竿、相机、手机，还有彩妆套盒。其中展示在玻璃柜里的那一套口红套装，标价273贡献分，生产日期却是6年前。福气满满的胖老板像只企鹅一样走过来，一张嘴天花乱坠。小姑娘眼光好啊，这套口红可是大牌子，而且你看这日期多新鲜呐！他也不嫌弃怀玉穿的破，毕竟他见过很多大佬都喜欢扮猪吃老虎，因此态度也格外真诚。怀玉沉默了片刻。就算是过期的口红，他现在也买不起。他赶紧说自己来此的目的，我想卖东西，你这里收干果吗？他把检测证递过去，变异值11的。胖老板把到嘴边的拒绝咽了回去。变异值11，哦哟，这可是好东西啊！来，让我康康都是什么？老唐，我做生意最公道。怀玉打开桶上的草帘子，露出里面的坚果。唐老板直接剥了一颗松子塞进嘴里。哎呀妈，多少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松子了。见他满意，怀玉也默默松了口气。他孤身一个人，短时间内并不太想摆摊收分引人注意。唐老板迅速找来一张纸板铺在地上。来，倒出来，咱分拣一下。这不同的果子价格也不一样。怀玉应了一声，麻溜的将红桶扣下，伴随着悦耳的哗啦声。唐老板胖墩墩的身子已经艰难蹲下挑拣起来，这花生看起来还挺饱满的，就是太少了，1斤给你算12分吧。杏核也不错，2斤3两，38分，行吧？几颗板栗上头都被虫住了，唐老板只能遗憾的挑到一边去，这个不收。最后基本就是松子了，跟他刚刚吃的一样大小，颗粒饱满，足足有29斤7两。唐老板笑得龇牙咧嘴，又看看一脸平淡、皮肤白皙的怀玉，咬牙给了个狠价，251斤，怎么样？不等怀玉说话，他又赶紧解释道。妹子，我这价你满市场打听，绝不可能有人比我更高。主要是这松子吧，它就是个零嘴。你别看我这店里卖的都是奢侈品，可那都是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25分收，我也得冒点风险的。怀玉绷着脸，实际上已经开心的不得了了。他点点头，行。顿了顿又补充，下次还来找你。好嘞。唐老板等的就是这句话。我老唐姓唐，唐洪基，妹子贵姓？怀玉微笑起来，我叫怀玉，于钱的于。好嘞，小鱼妹子。唐老板十分上道。来，你交易手环呢？我这就给你转账。交易手环？怀玉没有手环，在唐老板纳闷的目光中羞涩道。我以前没出过门，我哥说他们。还没等怀玉说完，唐老板就懂了。难怪小姑娘看着柔柔弱弱的，原来真的是被家人保护的太好。这个世道能把人保护的连个手环都没有，那他刚提到的2个哥哥得多有实力啊！他瞬间眉眼更热情了，这会儿干脆从柜台底下抽出一个盒子来，来，这手环你拿着，贡献分超300都是免费发放的。小鱼妹子，我送你一个。怀玉欢欢喜喜的接过手环，在唐老板的指示下绑定身份，又突然问道：这手环能发消息吗？那不能。唐老板说道。这就是世道变了之后官方临时改的，能转账就不错了，发消息那还得买手机，手机我这儿也有，就是贵。你家里人没给你买一个吗？怀玉惆怅的摇摇头。哥哥说外头的消息乱七八糟，他没再说别的，怕越说错的越多。但正是这种遮遮掩掩，才让唐老板深信不疑。而后又不经意的问道：那老板，你知道哪里收野菜吗？变异值应该也是11左右。我哥哥说在山里发现的。说实在的，野菜跟唐老板这店铺并不适配，可变异值11，他这边有钱，顾客不少，万一就想吃个春味呢？唐老板点点头。要是别人我是不收的，可小鱼妹子你都开口了，那我肯定得收，就是价格不能跟市场上的零售价一样。这样吧，如果真的能11变异值的话，1斤我收8分，怎么样？野菜这东西不能久放，我一下子什么都收是有风险的。怀玉想起刚才看到的那堆变异值12、特价12的韭菜，自己卖当然更贵一点，可他现在缺时间呀，因此便果断点头。好，而唐老板却也假作不经意的问道：妹子，你哥哥能弄来的东西挺多呀，他是不是进山了，还是在荒原上？怀玉顿了顿。可能是进山了吧，哥哥很少讲。唐老板深吸一口气，了不得呀，难怪他们有实力把你护得这么好，这进山可都是要搏命的。怀玉拧紧了眉头，这么危险吗？明明山里很普通啊，而且自己不发动能力的话，那些花花草草树什么的都不带搭理他的，只有蔷薇走廊最乖。当然了，必要的时候还是得磕一个，怎么不危险啊？却见唐老板也是一脸唏嘘，你知道咱们花城之所以安全，是因为三清宫那老旧墙脚下的野蔷薇变异成的，它变异的太凶了，咱们一直防御军的吴越戍卫官就是在这次耗尽自己能力，九死一生，这才驯化催生蔷薇走廊，成功保下花城的。那山上全都是植物，变异起来咱整个花城都遭不住的。如今倒好，蔷薇走廊一拦，只要人不进山，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才给了咱们喘息的机会，也好好收拾了一下城里郊区。唐老板说完就开始按计算器，793分。妹子，收了野菜就抓紧过来呀，要是有别的好东西，我这里也要。怀玉摸着智能手，想想里头拥有的793分，仿佛一夜之间暴富。可再想想，光是一个多功能铲就要350分，他又瞬间沮丧了。分真的好不经花呀！干果卖得出乎意料的快，如今距离晚上7点30分的末班车还有大把时间。怀玉决定好好逛街补充物资，顺着街道慢慢走，慢慢看。怀玉首先注意到了一家维修铺，老板正在维修一只手表，他旁边还有一个二手柜台。怀玉顺手指向了一个表盘，裂了一道缝的石英点。这只表多少钱呀？哪个？对方抬起头来，伸着脖子往柜里看了一下。
这个吗？这个可是好东西，耐用着呢，50分，好贵。怀瑜心口一哆嗦，转头就走。他走得太干脆，店主都愣住了，随后又大声呼唤道：“别走啊！你看上啥？好好还价呀！这都不像诚心买。”怀瑜于是又折回来。我觉得你才不像诚心卖呢，10分我就买。你开玩笑？你去前头华夏黄金那店里，随便一块都得100分了。什么？唐老板那里还卖这个？怀瑜扭头就想过去看看。唐老板的东西虽然贵，但他不坑人，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店主扯着嗓子，35分，这表以前也是好牌子，我这都自己砍1刀了。怀瑜扭头看了一眼。什么牌子？不认识。这话一说，店主也不吭声了。这估计也是批发市场的货，放在以前顶多卖个20-30吧。行，28分，28分你拿走，我收上来就这个价，我还给补了胶水呢。这么干脆，该不会这还有利润空间吧？怀瑜犹豫的眼神刺痛了老板，他瞬间扭头，不卖了。两人一通极限拉扯，最终22分成交。怀瑜满意的走了，店主也挺满意的。而等他戴上手表，才发现感觉没用多少时间，现在已经4点10分了。怀瑜加快速度，先将整条步行街快速的过了一遍，打听了价格，然后才到自己选定的店里。塑料绳背篓是进山进城必不可少的东西，一个要22分。怀瑜咬牙买了3个，再拿一个大的收纳袋，加上之前买的手表，793的贡献分，转眼就只剩677分。扣掉多功能产的350分和之前好心姐姐垫付的那些东西，怀瑜如今能动用的大约只剩277分了。但他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买，盐糖是必不可少的，营养液只能用于填饱肚子，可他每天消耗大，经常会有乏力的感觉，需要化一些盐糖水来补。只1包盐1包糖就去掉20分，据说这还是政府补贴的缘故。杯子得有1个吧，盆子得有1个吧，总少不了这个的。洗衣粉或者肥皂也得买，不然衣服都洗不干净。洗发水太贵了，买块香皂将就一下吧。在杂货铺里买完，怀瑜又来到了一处大店面，黄豆手机旗舰店。门口的大纸板上写着：2手服装鞋袜处理已消毒，被暴力84消过毒而变得5颜6色乱七八糟的衣服，对标价2分1件的价格10分满意。本想着直接随便对付2件换洗就得了，然而念头刚转过，就见一个大婶在里头跟同伴一起挑挑拣拣。我估摸着下了雨还得有一波倒春寒。怀瑜愣住了，还是生活经验不够啊！他放下省钱的念头，也跟着进了店铺，又是一轮买。袜子来3双6分，未拆封的老款雨鞋13分要1双，8成新短款羽绒服35分一件，8成新运动裤15分一条，外套和长袖 T 加起来是19分。另外还拿了1包基础版发圈，这个要2分。就这么一通采购，手里的152分转瞬就只剩下62分了。怀瑜又看了看脚上的鞋，虽然还能穿，但下次再来找唐老板，这双鞋就跟自己讲的话不搭调。他于是咬牙，又买了1双崭新的白色运动鞋，买了它，怀瑜就只剩40分了。他也不准备再花了，把这些东西都归整到背篓里，手里拎着自己的桶，准备打道回府。然而在去往步行街东门的路上，发现那个卖枣子的男人还坐在那里。至于地上的枣子，看起来一个也没有少。怀瑜走了过去，对方正打着瞌睡，迷迷糊糊感觉有人来了，张嘴就是一句话：不是吃，要吃你吃，5分全部打包带走，卖给我吧。怀瑜微笑着看着他，要不是对方指了个实在好地方，那些东西不会那么快出手，也不会那么轻易就有了高价。怀瑜对着摊主甜甜一笑：我是想来谢谢你，华夏黄金的唐老板人很好。枣子可以打包给我吗？摊主陡然一个机灵清醒过来，没事，就顺嘴一句话的事吗？你真要啊？要啊！怀瑜笑得很纯真，我还没有吃过变异值这么高的鬼子，想尝尝。对方神色羡慕起来，这都没尝过，那你得过多好的日子啊！行，都给你。他把麻袋片4角兜了起来，然后对着怀瑜的桶里哗啦啦就那么一倒，整个人的神情都放松了。给4分就行。交易完时间已经接近5点钟了，怀瑜走到公交站台，那里已经站了好些个同样满载而归大包小包的人。此时回程的人并不多，怀瑜幸运的在后排找到了座位，再抬起手腕，5点22分，跟公交车内的屏幕显示一致。而车窗外暮色渐浓，远处高大险峻的三清山都像是浓墨涂下的色块，别有一番神秘和危险。他默默发呆，无意识的引动着自己的能力挨个盘桶里的枣子。公交车到站时已经接近7点整了，怀瑜背着大包小包挪下车，飞奔回到自己的小书屋，放下东西，顾不上休息，又急忙赶往69区，把自己盘过一遍的枣子倒进塑料袋里。但恍然想起这些枣子都用自己的能力过了一遍，因为力量微弱，所以并不知道有什么变化，能不能吃。可大松树也是拿了自己的能力才给松它的，应该能吃吧。他想来想去，干脆在水桶里涮了一下，然后尝了一口，